今天我们来好好聊聊一本只有3500多字的小册子，它薄得像个笔记本，却是古代读书人科举的必修课，是帝王将相的治国宝典，被北宋大儒程颐称为孔门传授心法，它就是中庸。可遗憾的是，中庸这2个字在今天被糟蹋得不成样子，说一个人中庸，基本等于骂他是老好人，和稀泥、平庸无能。如果你也这么想，那真是亏大了。朱熹把中庸从《礼记》里单独抽出来，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4书，让它影响了东亚文明1000多年。这样的经典怎么可能教你怎么当个窝囊废？这本由孔子亲孙子子思写下的武功秘籍到底讲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焦虑内耗，在躺平和内卷之间反复横跳？答案全藏在这本书里。咱们不搞学术论文那一套，就像朋友聊天一样，把中庸的精华掰开揉碎了，看看2000多年前的智慧怎么治咱们今天的现代病。子思在中庸开篇写了3句话，15个字，直接把人生的底层逻辑讲透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3句话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完整系统，构成了儒家对人性与人生的根本理解框架。我们先说第1句，天命之谓性别，做一条想学爬树的鱼，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老天爷给你的出场设置就是你的本性。老鹰生来翱翔天际，它的眼睛能在1000米高空锁定草丛里的兔子，鱼生来在水中灵动如精灵。你要是让老鹰学游泳，让鱼学爬树，那不是欺负他们吗？道理简单的像笑话，但咱们现代人90%的痛苦恰恰来源于此。我们拼了老命想做一条会爬树的鱼。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哲学问题需要厘清，什么是天？古人讲的天，不是一个人格化的神，不是说有个白胡子老头在天上发号施令。古人讲的天更接近于我们现在说的自然规律或宇宙运行的法则。天命的命字也不是宿命论的命定，而是一种赋予和禀赋种子，被赋予长成参天大树的潜能。人被赋予思考和创造的能力，这就是天命。所以天命之谓性讲的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事实，万物各有其性，这个性不是后天学来的，而是先天禀赋的。你生而为人，就有人之为人的特性，你作为个体就有你独特的禀赋。有的人天生对数字敏感，有的人天生对色彩着迷，有的人天生善于倾听，有的人天生喜欢独处思考，这些都是你的性。而现代人最大的痛苦来源之一，就是拒绝承认和接纳自己的性。我们被社会单一的成功标准裹挟，被别人的期待绑架，拼了命想要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一个天生内向敏感的人逼自己在酒桌上左右逢源，一个天生动手能力强的人非要考公务员坐办公室，一个天生有艺术天赋的人被家长逼着学金融。这种对自己本性的背离和扭曲，就是一切精神内耗的总根源。接纳自己的出场设置，不是认命，是找到真正属于你的战场。治愈内耗的第一步，就是扔掉那把量错自己的尺子，承认自己是鱼了。然后呢，躺平吗？子思给出第2句，率性之谓道，顺着本性，找到最适合你发挥天赋的路径，这就是道。这里有2点要特别注意，因为这句话最容易被人误解和滥用。第一，顺着本性不等于放纵欲望。很多人一听率性，立刻想到我想干嘛就干嘛，说自己本性爱睡懒觉，爱吃炸鸡，爱刷短视频，那就是他的天性。这是给自己找借口。性和欲在儒家思想里是有严格区分的。性是天理，是那个能让你向上生长，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驱动力。欲是人欲，是那些过度泛滥、不加节制就会伤害自己的生理或心理冲动。性是你做某件事时眼里有光，不给钱都乐在其中，
能进入忘我心流状态的东西。愈是刷短视频到凌晨3点之后涌上来的空虚和自责，二者天壤之别。第二，率性不是消极顺应，而是积极发现和培育。你是一棵橡树的种子，你的性是长成参天大树，而不是结出苹果。但你仍然需要土壤、阳光、水分，需要对抗风雨，需要在生长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姿态。你天生对数字敏感，这是你的性。但如果你不去学数学，不去训练逻辑思维，这个性就永远只是一个潜能，不会变成你真正的能力。率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实践中不断发现自我、确认自我、成就自我的过程。率性之谓道别逆着水流硬顶，你的天赋才是你人生最大的风口。但人都有惰性、贪欲，走着走着就走偏了，怎么办？子思用第3句话兜底：修道之谓教。顺着本性走的路上，不断修正偏差，修剪过分生长的枝蔓。这个过程就是教育和自我修养的意义。修道这2个字特别值得玩味。修字本意是修剪整治，就像园艺师修剪一棵树，不是要把树砍掉，也不是要改变树的品种，而是帮助这棵树更好地成为它自己，把那些疯长的、抢夺养分的、影响整体形态的枝条剪掉，让主干更加挺拔，让树形更加挺美。人生也是如此，你是一匹千里马，天赋是日行千里，但如果你天天胡吃海塞，不锻炼，跑起来偷懒，超近道，顶多是一匹肥马。教就是给你配上缰绳和鞭策，让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加速，什么时候该节制，什么时候该避开路上的坑。这个过程一定伴随着不适和痛苦，因为修剪枝条本身就是一种伤害，但这种伤害是必要的，是成长的代价。很多人把教理解成被动的、外在的灌输和规训，这是误解。儒家讲的教根本上是一种自我教育，是主体的自觉。老师可以教你知识，但没有人能替你修道，你必须自己走这条路，自己经历那些困惑、挣扎和醒悟。修道的过程就是不断在行动中反思，在反思中调整，在调整中精进的过程，把修道看成对自己灵魂的打磨。这种痛并快乐的修正过程，恰恰是你走向通透的唯一道路。你有没有这种经历？本来心情挺好，路上堵车，瞬间无名火起，疯狂按喇叭。老板在群里语气严肃了点，你心跳加速，脑子里上演我要被炒了的大戏。辅导孩子作业，一道题讲5遍还不会。你从温柔妈妈化身河东狮，我们的情绪按钮完全捏在别人手里。对此，中庸给出全书最硬核的概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终结，谓之和。什么叫未发谓之中？这里先要讲清楚一个哲学前提：儒家从来不主张消灭情绪，不主张把人变成无情无义的石头，恰恰相反，儒家认为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是人性天然的一部分。强行压抑情绪不仅做不到，而且不健康。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情绪，而在于情绪如何产生，如何表达，如何收束。未发的状态指的是情绪还没有被激发出来之前，内心处于一种平静澄澈、没有偏移的状态，就像一面平静的湖水，没有一丝涟漪，能够完整的、不失真的映照出天空和山峦，这就是中。这个中字在儒家思想里分量极重，它既是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一种道德境界，更是一种宇宙秩序。程颐解释中时说：不偏之谓中。不偏就是没有偏向任何一端，没有预设立场，没有被任何情绪和欲望裹挟。这种状态下的心是最清醒、最敏锐、最有判断力的，
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里发现，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我们有力量选择自己的反应。中就是这个空间。修炼了中的人不是没情绪，而是能在情绪爆发前按下觉察的暂停键。他能跳出自己，像旁观者一样看着愤怒涌上来，然后说：“我看见你了。”这个能力在心理学上叫原认知或觉察，在佛家叫观照，在儒家就叫中。名字不同，指向的是同一种能力，不被情绪吞没，保持内心的主体性和自由。那股怒火按住了，但事情得解决吧，憋坏了怎么办？中庸给出下半句：发而皆终结，谓之和。情绪当然要发泄，但要恰到好处，符合分寸。终结这两个字是关键，节是节度，分寸是恰好的那个点。音乐有节拍，快了慢了都不成调。竹子有节，节与节之间构成了竹子的形态和力量。情绪的表达也要有节，什么时候该发，对谁发，发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发，都是有讲究的。和在中国文化里地位极高，故宫三大殿中间那座就叫太和殿。和不是一团和气，不是没有矛盾和冲突，而是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因素能够按照恰当的比例和关系组合在一起，产生更高层次的和谐。就像烹饪，酸甜苦辣咸单独拿出来都不好吃，但按照恰当的比例调和在一起，就成了美味。情绪也是一样，愤怒本身不是问题，怯懦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能否把这些情绪调和到恰到好处的程度。亚里士多德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任何人都能生气，但在正确的时间，对正确的人，以正确的程度，出于正确的原因，用正确的方式生气，这可不简单。亚里士多德把这个叫做德性，认为它是过度和不及之间的那个中道。东西方顶级智慧在最高处总是相通的。中庸是一个人既有八风吹不动的内核，又有把分寸拿捏到极致的手腕。当你能把内在的中和外在的和修炼到极致，你会体会到天地万物都为你让路的从容。中庸原文说：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当你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这不是夸张的修辞，而是一种真实的精神体验。当你的内心和谐了，你眼中的世界也就和谐了。道理懂了，真到事儿上那股火一上来，脑子就空白。怎么办？中庸给出了实操指南。排第一的是慎独。原话是：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最隐蔽的地方最能看出真相，最微小的细节最能暴露本性。真正的高手独处时极其谨慎、自律。慎独这个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其重要，后来的儒家、道家、佛家都讲这个功夫，但很多人理解偏了，以为慎独就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要正襟危坐，不敢乱动，或者以为慎独是害怕被人发现才约束自己，这都是误解。慎独的真正含义是，在没有他人在场，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你仍然能够保持内心的警觉和真诚，不做违背自己良知的事情。这里的关键词是独。独不仅是指独处的空间状态，更是指内心那种只有自己知道的隐秘状态。你表面上可以对别人笑脸相迎，但心里可能在咒骂。你可以在会议上点头称是，但心里完全不以为然。这些内心的隐秘活动别人看不到，但你自己知道，这就是独。你自己与你自己相处的那个内在空间。为什么君子要对这个独特别谨慎？因为正是在这个没人看到的内在空间里，你的真实面目才显露出来。你在人前的一切表现都可以是表演，都可以是伪装，但当你独处时，
当那层表演的面具摘下时，你是怎样的人就会原形毕露。这里有一个深刻的哲学洞见：一个人的真实品格不是由他在人前的表现决定的，而是由他在人后的行为决定的。你在众人面前做好事，可能是因为舆论压力，可能是因为想博取名声，但你在无人知晓时做的选择，才真正定义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代人最大的通病是什么？人设焦虑。朋友圈晒精致早餐加10层滤镜，配文岁月静好，现实是窝在乱成猪窝的出租屋里，焦虑地啃指甲。老板面前情绪稳定像机器，父母面前懂事听话，报喜不报忧。我们用了太多精力维系完美的虚假形象，结果一关门，整个人像泄气的皮球，空虚、疲惫，想原地消失。为什么？因为内在和外在断裂了。你在表演，而表演是世上最消耗能量的事。你潜意识里两个你在打架，一个想躺平，一个逼自己摆拍。这种分裂就是内耗的根源。更深一层说，人设焦虑的背后是对真实自我的不接纳和不信任。你觉得自己本来的样子不够好，不值得被喜欢，所以你要造一个更好的人设来取代它。但你内心深处知道那个人设是假的，所以你永远在担心被拆穿，永远在维护那个脆弱的形象。这种内在的紧张和消耗，比任何外在的劳累都更折磨人。做到慎独，意味着人前人后遵循同一套价值系统。当你不再需要分出精力扮演任何人，内心就会生出笃定的力量。那种不加掩饰的松弛感，才是最高级的魅力。慎独的修炼最终指向的是一种不自欺的状态。大学里讲所谓诚其意者，无自欺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而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骗，那就彻底迷失了。慎独就是让你重新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接受它，然后慢慢地提升它。这个过程可能不舒服，但这是通往内心安宁的唯一道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互联网环境变得极端，非黑即白，非友即敌。一部电影要么神作拯救影坛，要么烂片导演该枪毙。工作态度要么往死里卷，要么这破班一天也上不下去了。但真实世界从来不是选择题，它充满了大片混沌的灰色地带。中庸给出一个高级思维模型，赞扬舜帝的智慧，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舜帝是上古贤君，他出身很惨，亲爹不喜欢，后妈和弟弟好几次想合谋弄死他，但他没黑化，反而把家庭关系处理得妥妥当当，最后逆袭成一国之君。中庸总结他成功的秘诀就是这6个字。什么叫执其两端？舜帝面对复杂的国家大事，不是只听一面之词，他会研究最极端的2种可能，举全国之力做这件事，最好结果和最坏风险是什么？完全不理会，彻底躺平又会发生什么？他把最好和最坏的边界都摸清楚。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需要澄清。很多人一听用中，立刻想到折中调和，各打50大板，这是对中庸最深的误解。用中不是取平均数，不是在2个极端之间找一个不痛不痒的中间点。用中的本质是，在充分了解各种可能性和边界条件之后，找到那个在当前具体情境下最恰当、最有效、最能实现整体最优的解决方案。这个中是动态的，是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的。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偏左一点，可能是中；明天在另一个问题上偏右一点，也可能是中。中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一种权衡和判断的能力。这就像中医用药，同一个方子，对这个人可能药量要重一点，对那个人可能要轻一点，对这个季节可能要加1味药，对那个季节可能要减1味药。
好的中医不是死守一个方子，而是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这种灵活调整的能力就叫用中，它是灰度思维的哲学根基。这个概念在现代管理学里叫灰度思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过，领导者的水平体现在对灰度的把握上。灰度思维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我们人类的思维习惯倾向于简化，喜欢把复杂的事情分成对与错、好与坏、黑与白。这种简化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的，能帮我们快速做出判断。但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这种二元思维就捉襟见肘了。真实世界的问题几乎没有纯粹的黑和纯粹的白，几乎都是各种不同比例的灰色。一个成熟的人必须有能力在灰色中辨别出色调的细微差别，有能力在矛盾中看到统一的可能性，有能力在对立中找到平衡点。这种能力的哲学根基是什么？就是中庸里讲的，中是万物存在的根本状态，也是人心判断的根本准则。偏离了中，就会走向极端，走向极端就会导致系统的崩溃。一个人如此，一个组织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走极端，不钻牛角尖，跳出非黑即白的框架，寻找让各方接受，事情能推进的最优解，这就是中庸教给我们的现代破局智慧。有了内在的真诚和外在的智慧还不够，很多时候遇事慌乱不是心态不好，是心里没底。心里没底是因为手上没活。中庸有句话大家中学都背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飞，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就，道前定则不穷。这段话看起来是在讲做事的准备功夫，但背后有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人的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很多人向往的自由是一种没有任何约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状态。但中庸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恰恰来自于充分的准备。你只有提前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了，把该储备的知识和技能都储备了，你才能在事情来临时从容应对，游刃有余。这种从容的状态才是真正的自由。反之，如果你什么都没准备，事到临头只能被动应对，只能被事情推着走，那你就是最不自由的人。你的每一个反应都是应激反应，每一个决定都是仓促决定，你完全被外部环境所控制。所以凡事预则立讲的不仅是一个做事的方法，更是一种人生的态度。真正的自由是通过充分的准备和努力争取来的，不是等来的，也不是别人给的。所有你看到的毫不费力，背后都是拼尽全力的笨功夫。预就是水面下那双疯狂滑动的脚，是预备，是准备，是提前做好的万全之策。别人被问到业务数据，能脱口而出，你为什么支支吾吾，大脑空白？因为你没提前把数据记脑子里，没提前梳理业务逻辑。那一瞬间的羞愧、慌乱、自我怀疑，就把你的钟破功了。别人遇危机能淡定掏出备用方案，你为什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别人项目开始前就把可能的风险都推演过，准备好了应对策略。这里要强调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预不仅是知识层面的准备，更是心性层面的准备。你知道自己准备充分了，心里就有底气，心就是稳的。这种稳定不是靠强行压抑情绪得来的，而是靠实打实的硬实力撑起来的。很多人学情绪管理，只学技巧层面的东西，比如深呼吸、数数字，这些当然有用，但最根本的情绪稳定来自于你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你确定自己能搞定这件事，你自然不会慌。你之所以慌，深层原因是你知道自己可能搞不定。你必须在事前做到极致准备，才能在事发时展现举重若轻的从容。
没有底层硬实力托底，一切情绪稳定，中庸之道都是心灵鸡汤。你脑子里的知识储备和手里的技能，决定了你有没有资格去稳。慎独、用中、预备这些还停留在术的层面。你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高段位职场老油条，但中庸之所以2000年来被无数大儒帝王奉为治国宝典，是因为后半部分完成了灵魂层面的降维打击。他把人生终极密码指向了2个字：诚。原文说：为天下至诚，未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话是中庸全书哲学思想的顶峰，我们一层一层来解。首先，诚是什么？通常我们理解诚就是不撒谎、讲信用，但这只是诚的最浅层含义。中庸讲的诚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哲学概念。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的运行是真实不忘的，太阳每天照常升起，四季按时更替，从不爽约。这种真实不忘、恒常不变的运行法则就是诚。天道是诚的，因为它就是它自己，从不伪装，从不改变自己的本性。人之道是诚之者，意思是人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去实现和回归这种真实不忘的状态。人为什么会不诚？因为人有私欲，有算计，有恐惧，有各种后天习得的虚伪，这些杂念遮蔽了人的本性，让人偏离了天道。所以人要诚之，要通过修养功夫把这些杂念去掉，让自己回归到那种纯粹真实的状态。所以诚不仅是道德意义上的诚实，更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它指的是人与天道合一的那个状态。明白了诚的含义，我们再来看那段话的层层递进。为天下至诚，未能尽其性。只有达到至诚境界的人，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这里的关键字是尽。每个人都有本性，但大多数人只是实现了本性的一小部分，甚至完全没有实现。就像一个种子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潜能，但如果土壤贫瘠、阳光不足、水分不够，它可能只长成一棵矮小瘦弱的树。人的成长也是如此，你的本性里有无限的潜能，但你能不能把它充分实现出来，取决于你能不能做到诚，能不能真实的面对自己，能不能去除那些遮蔽本性的杂念和欲望。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当你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你就能够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本性。这不是说教，而是一种自然的感召和影响。一个活得真实、充分自我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能够激发和感染身边的人，就像一团火，不需要刻意去点燃别人，靠近他的人自然会被温暖和照亮。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当你能够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本性，你就能够让万物都实现他们的本性。这里的物指的是天地间的一切存在，一块石头、一棵树、一条河流都有它的性，都有它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位置和作用。一个达到至诚境界的人，不会去扭曲和破坏万物的本性，而是顺应他们，成就他们。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当你能够让万物各随其性，各得其所，你就等于参与了天地的创造和化育工作。天地生化万物，圣人辅助天地，让万物更好的生长和发展。这就是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当你能够参与天地的化育工作，你就达到了与天地并立的境界。参就是三，天地是二，加上你就是三。你不再是天地之间一个渺小的被动的存在，
而是和天地并列，能够主动参与宇宙创造的存在。这是何等的磅礴大气！儒家从来不是让人消极认命的思想，而是赋予了人极其崇高和主动的地位。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修养和实践，达到与天地平起平坐的境界，这不是狂妄，而是一种深刻的自信和担当。中庸还有句石破天惊的话：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故至诚如神。前知是未卜先知吗？绝对不是迷信。普通人为什么看不清未来？为什么投资被割韭菜，职业选择踩坑，感情遇人不淑？因为眼睛被太多东西蒙蔽了。你看股票，脑子里全是要发财的贪婪，看到的 K 线图全是诱惑庄家烧拉抬你就飞蛾扑火冲进去接盘。你看行业趋势，心里全是失业了怎么办的恐惧，看到的变化全是危机，你不敢动，最后被动挨打。你的认知被情绪和欲望严重扭曲，但做到至诚的人内心极其清澈，没有主观妄念。他看世界就像一尘不染的镜子，世界本来什么规律，他就看到什么规律，因为剥离了所有虚妄私欲，他站在绝对真实那一边。当事情刚冒苗头，因为看透底层规律，他自然能精准预判走向。在被欲望蒙蔽双眼的普通人看来，这个人简直是神仙，能未卜先知。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根本不是超能力，只是因为他选择了真诚，世界也把最真实的一面回报给他。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认识论原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永远不是纯粹的客观反应，而是经过我们主观状态过滤和加工后的产物。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心被贪婪占据，你看到的世界处处是机会，其实处处是陷阱。心被恐惧占据，你看到的世界处处是威胁，其实处处是机遇。只有心处于诚的状态，清明真实没有偏移，你才能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判。所以至诚如神的神不是迷信意义上的神，而是一种极高的认知境界和判断能力。这种能力人人本具，只是被私欲和妄念遮蔽了。通过诚的修养去除遮蔽，这种能力自然就会显现出来。明天7点半，闹钟依然会响，你依然要挤地铁，面对老板催促、甲方刁难、信用卡账单。这本2000多年前的书怎么帮我们把日子过舒坦？面对内卷，如何自救？现在社会有一个病态的逻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有人拼命向外看，同龄人升职，邻居孩子报班，朋友圈换车。中庸告诉你，对待内卷最好的态度是4个字：无过无不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度，别人一天干16个小时是别人天赋异禀或拿命换钱，你一天高效6个小时，产出已达顶峰，再加班效率直线下降，身体亮红灯，那你的度就是6个小时。这里有一个深层的价值观问题，现代社会把人当作可以无限提升效率的机器，不断的压榨，不断的要求更高、更快、更强。但人不是机器人，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限度，有自己独特的生长曲线。违背这些，强行去追逐一个外部的统一标准，结果只能是身心的双重崩溃。对抗内卷不是拼命卷，也不是彻底躺平，而是向内求，找到自己的节奏，把真正擅长热爱的事做到极致。当你停止用别人的尺子丈量自己的人生，内卷这阵风就刮不动你了。面对算法投喂，如何清醒？我们每天刷短视频，算法比你妈还了解你，你喜欢什么就疯狂推送什么。在算法围猎下，我们越来越情绪化、极端化。这时候请拿出你的看家本领，慎独。信息爆炸时代，慎独有了新解释，没人监督，甚至没人知道你是谁时，能否控制自己不吃那些上瘾的电子榨菜？
能否守住独立思考能力，不被算法带节奏？这背后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信息时代，如何保持自我的主体性？算法的作用是预测和操控你的行为，它根据你过去的行为数据推测你未来的行为，然后用精心设计的内容来引导和强化你的行为模式。如果你没有觉察，你的喜怒哀乐、你的观点立场，甚至你的消费选择，都将被算法暗中塑造。你以为是自己在做选择，其实是算法在替你选择。慎独的功夫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重新夺回主体性。关掉手机的那一刻，你还能不能自己决定自己想什么、感受什么、相信什么？你还有没有一个不受算法影响的、属于自己的内心空间？每天给自己留15分钟绝对独处、绝对不碰手机的时间，就是在守护这个空间的边界。面对人生低谷，如何破局？每个人都有倒霉的时候，失业、失恋、投资失败、生病。低谷期最容易怨天尤人，或好高骛远，总想天降横财，一把翻盘，或沉浸在过去的辉煌里，无法自拔。中庸有句非常通透的话：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怨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意思是，真正的君子根据当下的处境做该做的事，不生不切实际的妄想。这句话的智慧在于，它让你把注意力从我想要什么转移到我现在能做什么上来。人在低谷时最大的痛苦，往往不是处境本身，而是处境与你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你期望自己应该事业有成，现实中却失业在家；你希望自己应该家庭美满，现实中却孤身一人。这种落差带来的痛苦，往往比现实更折磨人。素其位而行，就是让你暂时放下那些期望，先把注意力收回到当下。你现在就是这个处境，那就先把处境里能做的事情做好。失业了，就好好改简历，学新技能，锻炼身体；失恋了，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找朋友聊聊天。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恰恰是帮助你重新站稳脚跟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素其位而行培养的是一种内在的安定感。不管外在境遇如何变化，你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种安定感是任何外在成功都无法给予的，也是任何外在失败都无法夺走的。别在生病时逼自己跑马拉松，别在破产时幻想开豪车住别墅。接纳当下处境，把每件小事都注入极致的真诚，这就是破局的唯一方法。当你任何处境都泰然处之，从容不迫，低谷就不再是深渊，而是积蓄力量、触底反弹的踏板。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在教如何赢，如何争第一，如何出人头地成为焦点，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如果拼尽全力还是成不了最牛的那个人，如果这辈子注定是普通人，该如何自处？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获得内心安宁？中庸在结尾给出了无比温柔辽阔的答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地之间万物自由生长，大树苍劲挺拔，能乘凉，能成栋梁；小草葱郁嫩绿，能涵养水土，让人感到生命顽强。它们各自精彩，互不伤害。世间有无数条路，每条都有独特的风景，每条都能通向远方，并行不悖，互不冲突。这才是真正的中庸精神，是宇宙间最大的包容与慈悲。它不只在教你接纳世界的参差百态，更在教你发自内心的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你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你只需要率性之谓道，找到自己的出场设置，好好发挥出来。你不需要强行压抑喜怒哀乐，
只需要发而皆中节，让真实情绪成为生命力的表达。你更不需要学虚伪的套路，只需要做到极致的诚，安安心心走好脚下的每一步，时间自然会给你最公正、最丰厚的回报。愿你在喧嚣世界里找回自己的节奏，在这个非黑即白的时代，守住属于你的那份从容与通透。我是老莫，我们下期见。